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前两天啊，去山里面给台湾的大哥找了一些闲置房，但是啊，不尽如人意，房子还是很难找的。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啊，是前3年左右，一个偶尔的情况下啊，一个本地的大哥带我过来，看中了这套房子，然后呢就给他盘了下来。经过5个月的时间改造，如今房子已经快改造完工了。那这边院坝的位置，之前我们想到的是给它做一个硬化，但是后面想了想啊，毕竟这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肯定我是不会在这边住的，应该是留给一些粉丝朋友，让大家来租，然后在这边居住。那如果全部硬化，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，想种点花花草草，那就很难去做了。所以我们这块呢，就给它留出来。如果哪个租了这栋房子，他给它挖出来，种点花花草草，铺点草皮，修一些油步道，我倒是觉得挺不错的。然后这边的位置呢，整个栏杆也还没有打的，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栏杆给做起来。毕竟啊，这边的院坝距离下面的进村道路呢，将近有1米多高呢，还是要打个栏杆，这样子更安全一些。这边该沿的位置啊，之前我们是砌砖，在上面打了一层混凝土，然后不做粉刷的话，看到这些砖还是不太好看。所以呢，现在是用这个水泥浆给它粉刷一层。要不粉刷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看，上面是混凝土，下面呢是砖结构的。本来之前我们准备打院坝，院坝打一个10公分左右的厚度，大概到这里。现在这个院坝呢，暂时没考虑去打了，所以要把这边给粉刷了。然后还有这些小细节的问题也处理。看这边的稻草泥之前没有刮完的，现在也要给它去刮干净。然后上面啊好多灰尘，这边的玻璃啊都已经装上了。那现在我们走到房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现在房子改造接近尾声了，最令我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门。我们这栋木房子啊，现在是砖木结构，有砖有木头。那整个大门到底是用铝合金来做，或者不锈钢来做，甚至于用木门来做？现在啊，最令我头痛的就是这个大门该怎么去做。因为我们把整个堂屋呢是延伸出来到这块位置，所以大门呢要从这边升基，从这里做。还有一种方法，我想到的就是铝合金做门框，然后做整扇的玻璃，类似于我们去年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那样子。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方案好像也不错。先把其他的事情做完吧，然后呢再来考虑这个问题。最后6合金哦。漂绿它不得打死哦。它打死北京500打死。是的。刚才木匠师傅说啊，最好是用铝合金装玻璃，这样子它下雨了之后，它整扇大门它不会被雨水给淋湿。确实啊，这个提议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1楼这边啊，卫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但是整个地面呢还来不及打磨，所以整个地面还是有点脏。因为前一段时间啊，我们都在这边做工，堆放了很多材料，所以灰尘特别的多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个房间里面啊，我们已经是全部打磨好了，然后是上了第1遍的底漆。看这个已经上过了底漆，它的整个光泽度呢要亮了许多。当然现在还是需要通过仔细的再磨一遍，然后再上1遍面漆，这样子也要好些。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墙呢，全部都已经刮上了大白，我觉得看起来还是不错吧。看比较简单，然后呢白墙的话透着灯光，也会给人的感觉更干净卫生一些。然后这边呢以前是一个凹槽的位置，我们是买了3块免漆板做了一个柜子，也是一个储物柜，以后这个房间的一些小物件呢都可以摆放在这边，还是比较实用的。
然后1楼是有3个房间，有个卫生间。看这边2个房间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处理，那边也是处理好了。然后现在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，因为卫生间已经是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的瓷砖还有地板砖都已经全部贴好了。但是我们这边呢还是没有做一个隔断啊，因为要等到安装玻璃的时候，我们再从这里装一面玻璃，做一个干湿分离的。前面这边呢是一个马桶，然后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洗衣机的摆放位置，前面呢才是洗脸盆。这后面呢是一个灯便池，这边是水箱。洗澡的话水是往这边流出去的，然后上面呢再做一个吊顶，装一个浴霸。我们所有的灯线呢还有水管全部都是预买好了，而且我们这些瓷砖呢都是顶着这个吊顶去贴的，这样子呢也更便利于打扫卫生一些，干净一些。然后这个房间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房间的话也是差不多15到16个平方左右。以前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，我们刚来的时候确实房间没多大，因为房子的进深只有6米，然后呢开间差不多4米左右，4、6、24个平方。然后呢我们两边扩建了1.2米左右，就差不多整栋房子的进深呢达到了9米左右，然后从中间作为隔断，作为2个房间出来，还是挺宽的。这边呢是做了一面隔断墙，里面呢是安装了隔音棉，用木条打上的基础，然后是用那大的木方先做个隔断，这样子是很牢固的。里面是好几层的，里3层外3层，包括这些墙板都是里3层外3层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白墙，是不是就是砌了砖之后这样子刷墙？不是的，我们是在里面打了木方，再钉上胶合板，上面再钉上石膏板。你看这一面墙就有三道工序，外面那边墙又是3道工序，6道工序。所以这栋房子我们做工是做的非常的多，基本上用了很多人工吧。那现在我们走到厨房那边去看一下啊。这边是连着客厅一个过道通往厨房的位置，这里也是一扇大窗户，然后这也是一个公共区，后期在这边喝茶，放点茶几也是挺不错的。那整个厨房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处地方了，是一面大玻璃，然后这边呢全部贴上了地板砖。这个地板砖我们选择的也是和木头比较接近的颜色，这样子呢显得更搭配一些。你看白墙加上黄颜色的地板砖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灶台的位置了，这边都贴好了瓷砖，整个瓷砖呢我们是紧贴着这个顶来贴的，然后这边呢以后打一个液化气的灶台，便于打扫卫生。我们的排插线还有都已经预留了。这边呢是一个柴火灶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柴火灶。可能大家会说，类似于民宿还去做一个柴火灶会显得不伦不类，但是我觉得既然来到农村来养老，还是要有一口柴火灶才更有家的感觉，对不对啊？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木房子里面长大，每天盼望的就是傍晚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呢把饭菜都给煮好了，揭开锅盖，你看这样子一揭开锅盖，看里面有什么菜，手一拿就可以吃了，是不是特别怀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？然后2楼我会单独的给大家做一期视频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。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并且在视频的下方多多留言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